美国德州现在全世界真的是有的地方就是大旱，有的地方就是大水，有的地方就是大风德州呢大洪水，这边讲其实一直在增加已经到80几个了。川普命令联邦来援助了川普大概不会去骂德州，因为德州州长是共和党，他会骂加州不会骂德州，骂纽约州。德州现在这边叫82了原来才20个、30个、40个，一直往上加那川普就骂谁是拜登害的，因为呢，川普砍那个什么那种紧急啦，什么这些费用什么通报啊等等那所以呢，这个联邦有一个叫做紧急事故管理署川普要把它解散。那现在突然发生这种事，紧急事故怎么办呢？所以他警告呢川普就那个拜登就说是拜登说搞的了，不是我搞的了是拜登搞出来的所以呢，反正就往前朝推就是了那另外呢，吴钊燮最近很安静，突然吴钊燮发文说呢哇去这个慰问人家，然后他上午发文，外交部下午才发文。那你是前部长，这么比现在的部还早一点呢，人家搞什么鬼呢？你是怎样？你想要做什么？有人说他是不是想去做这个驻美代表驻美代表的重性呢，跟外交部长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他的抢着发文也惹起争议了。你总是要外交部先发嘛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就说你是不是想要驻美代表这个位置了为什么比这个外交部还抢先发文？那另外呢，国民党跟民主党联手禁复2读，要吴钊燮请辞下台那另外呢，这个吴思瑶就说你们这是要双标那当时呢，这个林月龙做匪谍的时候呢，共谍的时候，朱立伦有负责吗？这不太一样这不是朱立伦的助理而且在野党立委有那么重要吗？你吴钊燮是外交部长、国安会部长，那个重要性怎么可以这个相提并论呢我们看一下。一觉起来，眼前面目全非，视线所及的土地全被洪水淹没了。美国德州中部丘陵地带暴雨引发严重的洪水灾情。这座桥廊底下的瓜达卢佩河水，眼看就快要淹到桥面上。短短45分钟内，河水就暴涨了9公尺，大约3层楼高。从空拍看，德州科尔县的大片土地、道路全都泡在水里，还有民宅被冲到马路中央，罹难人数不断上修。The Guadalupe River that you see behind us had swelled so much. There were residents that were screaming to help the families that were trapped, and they were also trying to tell everybody to get out. 更令人着急的是，眼前这片还泡水的河岸地带，其实是一座夏令营。经传有27名女童被洪水冲走，下落不明。That is Camp Mystic. This is where the only way out is on this side, the side that we're looking at. Behind those cabins, it goes straight up a hill, and that was the only way out for those campers. As the waters got up into those windows. 当时还有不少孩童受困在小屋里面，幸好及时破窗逃到山丘上，才躲过洪水。已经救出上百人，还在搜寻失踪的27人下落。这回灾情如此惨重，是因为一夜之间降下超过300毫米的暴雨，相当于1/3年均雨量灌进干燥地带。In that 6 to 10 inch range with pockets of more than a foot of rain. This is a remarkable amount of rain falling on extremely dry, drought-stricken land. So far, we've evacuated over 850 uninjured people. 德州出动上千人搜救，州长还签了紧急命令向联邦政府求救。总统川普也发文表示，跟德州密切联系来协助救灾。面对极端气候，全世界其实都面临许多的挑战，不仅是在极端气候上，包括在整个美国在关税上，我相信全世界都绷紧神经除了刚刚在越南，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它最后是20%的关税，它这是一个不对等的一个谈判的方式，我们也是最早让利的，所以我觉得后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就是说目前我们汇率已经升了14%，如果我们关税最后是10%加或者是15%，对于我们台湾以中小企业为主，那我们的劳工80%都在中小企业，那个最后的冲击是什么？第一个，对企业主来说，对于未来它不确定性，我不敢投资，我不敢花钱。对于一般劳工来讲，
它会不会变成是就是变成休假的状况，轮休的状况？薪水本来可以领3万5、4万块，最后变成2万6、2万7，所以这个对于未来整体经济来说是冲击非常大。但是对川普来说，接下来的贸易关税的谈判，对于他明年美国期中选举是只准成功不准失败。所以我觉得对于政府来说，我们很多企业主也好，一般的劳工也好，那个预期心理冲击是非常大，我们是要非常小心。这个是对于关税接下来的谈判，所以接下来我们在特别预算是不是只维持4100亿，或者是对于农产品的部分，民进党真的应该花更多的心思在这一块。过去在那个广场协议的时候，我们也很多我们的企业主移到大陆去，移到越南去。那当时国民党政府是我们开始发展精致农业我们开始发展精致的工业。就是说，开始做一些区隔出来。那民进党对于产业的布局是什么？我觉得要交代清楚。那对于吴钊燮最近本来都躲起来了，然后突然发生，我觉得就是说对国际的一些无论是人道的关怀什么，其实应该有一套非常标准的 SOP， 特别是他是国安会的秘书长，位置其实都跟外交部部长重要性都非常的重要，他怎么会放在外交部发言之前，他自己先 po 文所以当然最近有一个传闻，就是说于大雷可能会到西班牙去担任驻外的代表，那他会不会回到美国去？那但是我觉得吴钊燮的这个司马昭之心，我们大家都可以猜想得到。那但是他到底是不是赖总统心里所属意的驻美的代表其实我觉得从他主动的发言这个状况，我觉得我是有问号的。那伟山。我们看到就是因为这个气候变迁非常的明显嘛，所以就很多的这个灾情就会产生。那台湾其实也是一样，尤其台湾现在在面临这个台风这样的一个气候，尤其是在这个汛期的期间，其实也会有很多危机会发生。那过去8年有这个前瞻预算的治水计划，那现在卓荣泰院长也提出一个最新的这个1000亿这样的一个预算，当然希望立法院可以持续来支持。那当然还有这个4100亿元的这个因应国土的这个国安的那个所谓的本土韧性这样的一个计划，当然也希望可以在立法院可以通过，那才能让台湾在面临很多的这个灾难上面，我们会有比较有弹性，或更能够有余裕去因应这样的一个做法。那我们当然看到德州这样的一个水灾，让人感到非常的痛心。那当然也是反观。现在刚刚提到吴钊燮的这个部分，他当然身为一个过去是一个外交官，然后也是一个这个外交部长，他用他的这个个人的身份去发言，去代表这个关心，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合情合理，也非常应该。那至于提到共谍这个事情，我觉得共谍这个事情，不管在蓝绿的阵营里面，其实都有，那大家都是受害者，因为我们知道唯一的敌人就在对岸，就是中共，所以他派出这个共谍，不管他是侵扰到哪一个政党，我们应该都要团结起来，一起把这些共谍驱逐出去，而不是说在内部找敌人。我们会看到中国的手其实不只伸进台湾，其实它伸进非常多世界的国家，那包含澳洲，也包含英国。那英国的国会是连续3年都有发布一个警示，就是说，这个共谍确实有侵入到这个英国内部来窃取这个情资，那大家必须要密切注意。那当然，这个英国里面的各个政党彼此也没有吵架，大家在思考是如何增加国防安全，如何在这个立法在制度上面可以做得更好。可是台湾现在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一直觉得非常的遗憾。大家应该要团结起来，一起把国安、把这样的一个防卫网做起来。尤其我们看到蓝白在立法院联手把这个国安的这个相关法案阻挡了超过400多次，我们真的再一次强调，真的非常的遗憾。希望面对国家的安全，大家可以团结一致，不要再吵架了。休息一下再回来。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打过来打过去，打过来打过去啊，打了3年多了还是打啊。俄军呢有320个无人机去空袭乌克兰，乌克兰呢就去打俄罗斯的空军基地，轰炸他的弹药库你打我，我打你然后呢，川普跟普丁前2天通了一个电话那川普呢说乌克兰需要美国的爱国者飞弹来防止俄罗斯的攻击。那普丁呢拒绝川普的停火协议，所以呢，他说川普呢持续杀戮，所以说普丁想一路打到底，不停的杀人，这可不行。我们看一下。
一个大爆炸，俄罗斯民众直击拍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瞬间。这是在俄罗斯境内楚瓦什共和国的首府赤包沙里的一座军事工厂，但乌军无人机不止在此现踪。俄罗斯萨拉托夫和佛罗尼斯地区民众都有分别拍到多架乌克兰无人机狂袭。传出还有停放多架苏凯34、苏凯35等主力战机的空军基地被轰炸，俄军无人机向乌军扫射，画面曝光。甚至荷兰和德国情报机关表示，他们有证据俄罗斯有在使用糟践的化学武器，包括用无人机空投氯化钴，逼出乌军逃出壕沟，以利于击杀。俄军持续推进，川普这回再度表明对普京很失望。I told you I was very unhappy with my call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it just seems like he wants to go all the way and just keep killing people. No good. It's not good. I wasn't happy with it. 反观和泽伦斯基的通话，川普说沟通良好，而且他也提到乌克兰为了防御会需要美国的爱国者飞弹，华府的部分军援有望重启。泽伦斯基也回应，跟川普的这次热线是目前为止最有成效的一次通话。美国前一阵说什么 F-16啊，什么飞弹啊，什么都不能给了，为什么？美国自己库存不够了，川普自己讲的，我们要自己用啊。哦，我们跟美国买了200亿美金的武器，到现在没来啊。哦，美国说我都不够了。我哪有生产那么多武器给你们用？那德国现在紧急介入，说希望替乌克兰找爱国者飞弹，哦，是拦截用的了，哦，我们爱国者飞弹是拦截用，2枚或3枚打1枚这样哈。那另外呢，现在在开金砖这个峰会了哈，那金砖园的4国现在越来越多国家参与哈，那有骂关税，但是呢没有提川普，哦，不提川普，关税不应该提高，关税不应该作为贸易战。但是不讲川普哦，怕川普生气哈。那而且他们还严厉谴责乌克兰，哦，说乌克兰干嘛去反攻俄罗斯呢？你这战争还要打呢，还是不打呢？哦，等等哈。好，那么但是这次呢，金砖会议呢，普丁跟习近平都缺席，都没去哦。那另外呢，川普说，你们啊，金砖4国现在骂乌克兰，金砖4国现在骂以色列，你们哦靠近金砖4国，如果这些人是反美，我们就要征你10%的新关税。哦，川普现在关税变成他的武器哈。那听说王毅跟欧盟坦诚，不知道真的假的了哈，说没有办法承受俄罗斯在乌克兰失利，因为他的理由是什么？说俄罗斯在乌克兰失利，美国就把他的助力都调回亚洲来对付中国啊。那另外呢，欧洲现在说，如果大陆去打台湾的话呢，俄罗斯会牵制欧洲，因为怕欧洲来打这个欧洲呢，这个。怕欧洲来支援美国，来这个抵抗老共，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习近平会先跟普丁讲说，我要打台湾了啊，你小子那边好好呢，老兄呢把欧洲守好，那普丁就会打欧洲，欧洲就自顾自不暇，哇，这很会想这一大套哦，所以呢，这个为什么北约秘书长新任一个秘书长吕特还蛮听川普的话的哈。就说呢，要 GDP 要增加到5%，2035年就到5%啊。那另外呢，这个说呢，北约秘书长吕特说呢，如果中国打台湾的话，恐怕会叫俄罗斯开辟第2战线。俄罗斯那么听他的话，哦，我这些人都俄罗斯，你叫我去开辟战线，我就开辟战线。俄罗斯打乌克兰打成这个样子了，今天打得密密麻麻的，还开战线，我真的不相信俄罗斯有这个能力了哈。巴西总统鲁拉说，北约如果要提高军费开支，会加剧国际军备的竞赛，好，所以呢，就大家都加钱，都在搞。你 GDP 2%我就3%，你3%我就4%，你4%就5%，然后最后呢7%、8%、9%、10%，一直往上加哈。全球的经费呢，军费已经飙涨到88兆了，哦，我们一年的整个中央政府总预算也不过就3兆，上升到88兆了哈。每年呢，这个增加9.4%，创冷战后的新高。就这几年一直往上走，一直川普鼓励这个加钱，鼓励那个加预算哦，所以变成大家你加他也会加，这彼此在竞争嘛哈，就变成这个样子哈。来，这个洪庭。其实现在的这个社会真的越来越像过去历史所重现的这个状况，就1930年代美国的这个斯姆赫特利法案，从关税开始，然后慢慢的引发了各国的极端主义这样子一个助长哦。
那我觉得吕特讲这件事情，其实主要的原因在于，就是说，因为川普其实要求北约，他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要做到所谓的这个5% GDP 的这样的一个军费成长。这个目的，当然大部分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去承担所谓俄乌冲突这样子的一个负担。可是实务上来讲，因为在整个北约的内部，针对所谓的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部分，以及民众对于乌克兰的这个过去从所谓的同情到现在开始有点觉得，就是说这个战争拖得实在太久了，所以你要继续的去讲，就是说我们现在全部人大家帮忙把所有的预算都往所谓的这个国防军备去做，然后去救乌克兰这件事情，在政治正确上面，在国内政治上面不一定讲得通。可是你去讲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增加军费，那未来中共在打台湾的时候，俄罗斯会打我们啊。那我们要增加军费，这个在国内政治上跟所谓的这个论述上，跟民众的这个接收程度上，可能相对程度它就比较增高一些。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倒觉得就是说，吕特其实他很清楚整个国际政治这样的一个走法，跟他国内政治跟北约各国之间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政治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可是他必须要去达成所谓的这5% GDP 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时候，他只能拿什么？拿一个那我拿中共过来去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补充，那让大家觉得就是说增加这样的一个军费是非常合理的。那另外谈到金砖的部分，我觉得金砖普丁不出席是100%的，因为过去国际刑事法庭是通缉普丁的。那在巴西办，那巴西普丁当然为了就是有可能有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政治风险，所以普丁已经好几年没有参加了。比较特别的是习近平今年没有参加。那对习近平今年没有参加，那市场外界大家一堆去分析，有人讲说，他是不是有他所谓的国内政治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转换啊？也有人认为就是说，他现在认为所谓的这个国内经济的这个状况，跟所谓的这个美中谈判的这个状况比较重要。再来就是说，你有看到金砖其实他不想要惹川普，而所有人现在都在跟川普做谈判的过程 ，maybe 可能习近平也不想在这个时间点让大家觉得就是说，我好像要把整个金砖带起来，一起跟你川普做对抗。那这个也有，这个就违背了什么？他想要邀请川普来访问这个中国，访问北京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整体的这个策略，现在看起来大家都处在一个所谓疑神疑鬼，极度没有所谓的互信基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那再回归到我刚才所提到，这跟1930年代整个过去的历史结构几乎如出一辙，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至于就是说，俄乌战争终究会打多久？那它会打到什么程度？这里面我必须要去提到一个最近很特别的一个报道，《纽约时报》做了一个很分析1个月的研究。他告诉大家，就是说，原来俄乌冲突一开始，美国跟所谓的乌克兰两军的国安高层就在所谓的德国一个叫威斯巴登的地方成立了一个叫 Dragon Task Force， 就是所谓的龙特勤小组。而这个特勤小组在 CIA 的这个介入下面，整体的介入了所谓的这个俄乌冲突，间接的造成了俄军几乎70万人的伤亡。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为什么普丁现在不停？普丁现在不停两个状况，因为整个俄罗斯的牺牲已经造就他只拿乌东，他根本没办法对国内交代。然后再加上目前整个俄乌冲突的这个局势，目前对俄罗斯来讲，其实他慢慢打，他慢慢的在蚕食鲸吞，他并没有停下来的理由。过去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要停战，就必须要打到一个谈判的筹码。现在是乌克兰找不到筹码了，而所谓的俄罗斯，它现在慢慢的蚕食鲸吞，它越打越多。其实你在看过去这1-2个月的这整个俄罗斯在领土的扩张这个程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现在看起来反而是普丁没有停下来的理由，而且他很清楚一件事：我继续打下去，整个国际的 inflation。整个国际的这些通货膨胀、油价的这样的一个上涨，这些部分都是你川普比较受不了的，所以我可以借由在这个战场上面这样子的一个拖延，来造就我未来跟你谈判的空间了。来，凤许，我其实很关心乌克兰的整个2022年发生冲突之后的前后的一些发展，然后当然其实是因为基于台湾，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去了解。你知道乌克兰其实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前，因为有一个201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所以美国不管是哪一个
领袖，不管是奥巴马到川普，然后一直到拜登，都非常的关心乌克兰。那么他们给予乌克兰的军援非常的多，更重要的是，他们每一年定期的跟乌克兰海上军事演习，叫做微风演习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美国跟乌克兰的微风演习，一直到2021年的7月，33个国家一起演习哦，美国跟乌克兰主办33个国家，然后一起来合作，他们有联合演习，但请问一下，美国参战了没有？没有。他们有演习，而最近苏利文，也就是美国的前国安顾问，苏利文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呢，他说：“哎呀，我们误判了俄罗斯，我们以为俄罗斯会在1个星期之内拿下乌克兰。”所以，如果按照他这个说法，其实本来拜登是要放弃乌克兰的，而且是 totally 的放弃，不要讲说什么派军队了 ，totally 放弃，因为他1个礼拜就会打完了。所以，拜登的想法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所以去对照说，现在美国对我们的很多的，我们连联合军事演习都没有然后我们现在认为美国会挺我们到底在军事武器这件事情上面，前一阵子美国国防部他们是经过了盘点之后，然后决定了包括了爱国者飞弹的一些这种关键零组件，还有包括了一些制导这个自导的这一些武器，他们通通都要收回，然后不再提供给乌克兰，理由是因为他们的库存太低。各位，其实你要知道，美国现在的军火，它的生产效率是非常低的。从2022年以来，我去追踪他们的军工产业，他们的业绩，不是全世界的武器市场大幅度增加吗？但他们的业绩成长非常的有限，原因是因为他们制造不出来，它的产量制造不出来，所以它也交货不了给台湾，它也没办法有大量的办法，然后去供应乌克兰。所以现在川普，你看他不断的通电话，跟普丁通电话，得跟泽连斯基通电话。可是我觉得普丁已经看穿了川普，那就是你不会管，所以他放手去打，打到乌克兰真正的投降为止。所以现在泽连斯基当然会有很多的外交动作，德国也表达了最大的支持，可是你会发现效果非常的有限，这就是一个国际残酷的现实。我们如果不能够清楚的认清这个乌克兰战争的前前后后，美国的态度是如何的，从一开始的热烈拥抱，然后全力的训练、联合的演习，到后面呢，只是给予军火武器，最后弃之于不顾。如果我们这一段眼前的历史我们都当作没看到的话，那我们自己所承受的未来，你就不可能有很好的借鉴了。休息一下再回来。